投資損失幾百萬，被裁員失業，親友離世，好傷心，點算好？不料分享我一生所學18個解決人生悲傷煩惱嘅思考方法。退休之後又會有啲咩改變？要點樣適應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Enga TV， 我係不料。2年幾前40歲才自早退，呢一個課堂係關於財務自由、投資理財同埋提早退休。今集嘅主題：退休適應與18個不料嘅人生解困哲學。不料今集將會節錄分享2位退休人士嘅經歷，分享點樣適應退休生活，穿插我一啲嘅點評同埋感想。當中會總結分享我一生所學18個解決人生重大煩惱嘅思考轉換方法。除咗適合退休人士收睇，亦都極力推薦俾所有人收睇。呢一集可以話係我嘅心血之作。影片比較長，請一定要耐心睇到最後。我哋而家開始啊！先分享第一段，62歲 Philip 被提早退休嘅故事，係節錄自2019年 Now 電視杏林在線退休了，然後呢，大約1分31秒。62歲嘅 Philip 退休8年，平時會玩下尋字遊戲嚟消磨時間。本身從事銀行業嘅佢，因為公司嘅政策，喺2010年就提早退休。回想啱啱退休嘅日子，佢話用咗2年幾去適應。因為嗰段時間你係完全係冇目標，我可以做啲咩呢？我想做嘅嘢，但又做唔到。我想話自己再揾份工做，又好似唔係會俾人接受。之前自己諗嘅計劃完全係兩回事咯。我諗住10年後先退休噶喎，而家10年前退休，好多嘢會再胡思亂想咯。打亂咗我盤計劃喎，我點喎咁樣，所以我冇乜預期。即係一個連貫性啊！我一個連接有啲咩做？你翻工就9點鐘要開工，5點鐘放工，或者5點鐘放工，你有個中間有啲咩做？有啲咩 commitment 你要負責，有啲咩嘢使咩？但係呢個冇，好似碰啱咁啱冇嘢做嘅，有電視就幫我睇波咯，係好無計劃性嘅嘢去做。不料點評1：隨時被退休或者失業做準備。不料曾經講過好多次，被裁員或者患病都有可能令到你隨時失去工作同埋主動收入。響度再一次不厭其煩同大家講2句，一定要及早做好退休準備，或者對年輕人嚟講，做好隨時失業嘅準備。退休唔一定會響預期嘅60歲或者65歲嘅時候發生，而係可能聽日就馬上發生。大家一定要預先做好準備啊！不料點評2：人生解困哲學第1部分。面對人生嘅各種逆境，好多時係不可控，唔開心係好正常嘅。而點樣盡快由悲傷之中跳翻出嚟，卻係可以控制嘅。不料多年嚟有一啲有效處理不幸、困難、平復悲傷嘅思考轉換方法，我想藉住呢一條影片同大家做一個快速雞精分享班。1、時間或者關注換框。呢個方法係想象自己喺若干年之後，甚至臨死嘅時候，諗翻今日所發生悲傷嘅事，係咪仍然咁重要呢？比如考試考得好差，細個嘅我就會同自己講，20年後我會忘記今日唔開心嘅事，今日發生嘅都係小事。比如 Philip 被提早退休，可以試一下代入90歲嘅自己，佢可能會講：30幾年前俾人裁員，我都唔記得晒啦。呢幾十年我咪生活得幾好。或者試一下關注換框，好多時候自己唔開心，其實只係自己過分關注眼前令自己悲傷嘅事，例如投資輸咗啲錢，又或者某一次考試成績好差。想象一下，當你重病臥床或者臨終嘅時候，呢一啲輸咗嘅錢或者成績係咪真係咁重要呢？或者跳出自己嘅身體去諗，對於整個地球或者漫長歲月嘅宇宙嚟講，你呢一件事係有幾重要呢？可能根本其實係微不足道，你有冇必要咁重視佢而感到咁傷心呢？2、同自己更不幸嘅人比較。大家可能聽過呢句說話，我一直喺度抱怨自己冇鞋着，直到有一日，我睇到一個冇腳嘅人，我先至知道自己有幾咁幸福。當你以為自己好不幸，世界上比你更加不幸嘅人多不勝數。
但係佢哋有冇好似你咁樣一樣咁悲傷呢？當失業嘅時候，想象一位重病在床嘅人，或者一位非洲冇嘢食、餓咗3日嘅窮人，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嘅情況其實唔係真係咁差，會好過一啲呢？3. 我仲有啲咩呢？有一次，朋友喺日本旅遊嘅時候跌咗1萬yen，你以為佢好唔開心啦？佢竟然第一句話：好彩銀包同埋護照仲喺度啫。同樣，如果你被裁員失業嘅話，你可以咁諗：我俾人炒咗，好彩我仲有間屋住，仲有家人嘅支持，同埋有手有腳仲可以揾工做。呢個就係半杯水嘅道理。同樣半杯水，有人睇到只有半杯水，有人就睇到仲有半杯水。4. 積極榜樣，海倫凱勒自小雙目失明，雙耳失聰，但係就以優異嘅成績考入哈佛大學，成為知名嘅作家同埋演說家。佢話：當一扇幸福嘅門閂咗嘅時候，另一扇幸福嘅門就會因此開啟。但係我哋經常睇住呢一扇閂咗嘅門太耐，而忘記咗注意嗰一扇已經為我哋開啟嘅幸福之門。有一位有先天四肢截斷症嘅人叫力克胡哲，佢從來都冇放棄，經過努力，佢學識咗駕駛、滑浪，而且成為著名嘅演說家。你有冇一位人物或者偶像，哪怕係一位漫畫人物，能夠向你失業嘅時候令你重拾積極嘅心態？5. 尋找可能性。菲力話：我想再揾工作，又唔太俾人接受。其實任何事只要唔係100% 必然，就可以揾出其他嘅可能性，然後嘗試轉換心境。你可以大聲咁樣質疑自己，唔被人接受，你肯定係100% 全世界都唔接受你。唔太被接受，即係仲有可能被接受啦。即使機會細一啲，咁即係仲有機會啦，係咪？咁 Philip 就可以換成同自己講：我想去揾嘢做，都仲有可能被接受嘅。Philip 覺得退休生活冇規劃性，佢可以質疑自己話：所有人嘅退休生活係咪一定冇規劃性？你100%肯定？世界上有冇人退休嘅生活係有規劃性嘅呢？一定有嘅。有啲人計劃每日做運動，貢獻社會，我係咪都可以好似佢哋咁樣退休變得有規劃性呢？6. 言語轉換，呢個方法好簡單，就係改變你講嘢嘅模式。例如你話：我想揾份工，但係冇人請，你可以改成：我想揾份工，只係暫時冇人請。或者我想揾份工，雖然冇人請。成件事講出嚟嘅感覺係咪當堂積極同埋有能量好多呢？將說話由否定轉折嘅但係呢個字簡單換成只係暫時或者雖然，說話嘅表述就會變得有可能同埋積極。再舉多一個例子，例如網友留言話：我要養2個仔女，我根本冇可能提早退休。可以試下換成：我要養2個仔女，同時我想提早退休，點樣可以做到呢？或者有人話：我想買呢一間屋，但係冇錢買唔起。可以試下改成：我想買呢一間屋，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我買到呢？你嘅大腦就會由推卸責任、放棄思考嘅模式，變成開始諗方法去解決問題啦。不料一陣先至再講更多更精彩嘅思考轉換方法。我哋先睇下第2段 Philip 嘅影片，大約59秒。退休之後的確係多咗，因為喺屋企太悶啦。我行嗰時我留意下呢度行嘅人多數咩人咯？點解多數都老人家、公公婆婆、哥哥姐姐行，後生嘅都係拖住細路仔行，啲媽媽咁樣，或者係全家就開開心心喺度散步玩嘅。點解得我自己一個喺度咁嘅年紀嘅人喺度行行蕩蕩咧？正常嚟講，我唔應該做啲嘢工作做緊咧？有啲嘢係可以去投入啲咧咁樣。instead of 喺度行嚟行去咧咁樣，點解我唔可以俾我多幾年時間？我仲有啲嘢可以提供俾呢個社會嘅服務，喺服務上可以提供多啲嘢，但係你會覺得自己冇得做啦，咁覺得係我自己係唔得啊，定係我追唔上個潮流啊，定係點樣？不料點評3，每日街上都有好多人行框。不料想講，其實只係 Philip 行街嘅時候冇見到我啫，我就係比佢年輕，成日響街上面行嚟行去嘅人。假如佢見到我嘅話，應該能夠跳出自己係異類呢一個諗法。不料經常響平日非繁忙嘅時間出門，但係無論喺地鐵、商場定係街上面，都總係好多嘅人。不料懷疑點解咁多人唔使返工嘅？ Philip， 其實我哋都唔係異類嚟噶。不料每日都散步，一來健康，二來我中意觀察身邊嘅人同埋事。見到路上嘅蝸牛俾人踢到反轉咗，
冇人救佢哋應該會死，我就會幫佢反翻轉。見到啲雀仔響河邊捉魚，我可以企喺度半個鐘睇住佢哋一齊等到佢成功捉到魚，我都替佢開心。發掘人生樂趣美好，其實可以好簡單。不了點評4，人生解困哲學第2部分。6，避免跌入思想陷阱。菲力話自己唔能夠工作，覺得係自己唔得啊，定係我冇辦法追上潮流，定係啲咩原因呢？咁就係一種自製嘅思想陷阱。類似嘅講法係我好不幸，係因為 A、B 定係 C 呢？不斷揾原因，合理化未必係事實嘅前提。喺獨立思考入面，呢一種叫不當預設，就好似有人同你講，你人品差又打老婆，你覺得今日天氣好唔好啊？或者你運氣差又樣衰又自私，你覺得係咩原因造成嘅呢？你需要思想敏捷，洞察呢一啲不當嘅預設，更加唔好不斷揾原因合理化佢哋。8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。正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。雖然失業或者被逼退休，邊個知道一定係壞事呢？可能正正因為咁樣有足夠嘅休息而冇生到 cancer， 或者因為咁樣而出現咗生命嘅轉機，有更好嘅工作機會。9，未來改變過去。呢一個係不了跟你學習到一個好精彩嘅概念，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。現在改變未來，大家都可能有聽過，但係未來改變過去，大家又有冇聽過呢？係咩意思呢？想象一下，今日你失業，一般你會覺得好不幸，係咪呢？之後你經過努力，揾到一份比舊工高1倍人工嘅工作，好開心。咁樣又揾到高薪嘅工作之後，回想翻當初嘅失業，整件事係幸運啦，定係不幸呢？都算係幸運啊！嗬。咁樣當初嘅失業係好事啊，定係唔好事呢？如果冇當初嘅失業，就冇呢一份咁高薪嘅工作，咁都算係好事。即係未來揾到高薪嘅工作，就能夠將過去不幸嘅事變成好事。咁就係未來改變過去嘅意思，並唔係真係改變咗過去，而係改變咗對過往事物嘅意義理解同埋情感。呢一個概念可能比較複雜，大家可能要翻聽幾次先至可以明白。當你明白呢一個例子，你會更加積極面對未來，同埋今日發生任何好似不幸嘅事。不料回想翻，我當初俾朋友呃咗4年嘅儲蓄，今日睇翻轉頭，咁未必係完全嘅壞事。正正因為呢一件事，我變得小心謹慎，避免咗之後俾其他人呃一啲大錢。假如我當時識得呢一種諗法，我可以同自己講，俾人呃未必係壞事。我能夠喺入邊學到啲乜嘢？點樣避免下一次？點樣喺未來賺翻更多嘅錢？扭轉成件事，將壞事變成好事？佢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一個諗法有啲唔同。呢一個諗法多咗一份自主權，而唔係完全交予未知嘅命運。再嚟睇下第3段影片，係關於退休嘅4個階段，大約2分58秒。本港大約有88萬退休人士，專門為退休人士搞活動嘅社工就話，一個人退休之後，普遍會經歷4個心理階段。首先係蜜月期，佢哋會喺退休之前計劃一啲短期嘅目標，例如係去旅行。呢段時間，退休人士會覺得好興奮，好享受退休生活。不過，當呢一啲短期目標都完成晒，退休人士就會經歷清醒期，開始發現自己每日多咗10幾個鐘嘅空閒時間，普遍都會覺得好迷茫。如果退休人士揾到新嘅方向，佢哋就會經歷再度向期，重新思考退休嘅意義，亦都會開始揾一啲適合自己嘅生活方式。當成功揾到新方向同埋長期目標，佢哋就會處於穩定期，再次享受退休生活。不過，並唔係每一位退休人士都可以成功由清醒期過渡去再度向期。有調查話，超過一半嘅退休人士喺啱啱退休嗰陣，會擔心難以適應退休生活。精神科醫生話，退休之後生活會帶嚟好多轉變，令到退休人士承受極大壓力。退休嘅時候咧，就開始就進入晚年啦。我哋會面對啲過往都唔會面對嘅嘢，譬如身體開始即係走下坡，譬如可能會面對啲朋友啊、親人咧可以開始離世啦。呢啲嘢咧都係過往喺退休嘅之前比較少接觸嘅嘢嚟嘅。
當啲老友記退休之後呢，咁佢哋冇咗收入啦，冇咗收入就開始呢就需要量入為出啊，甚至呢可能要由之前喺屋企嘅經濟支柱變咗呢就需要問細路仔啊，或者係向政府咧申請一啲資助咁。除咗話經濟方面唔同咗之外呢，咁佢哋好多時候就冇咗目標啦。咁我有啲老人家嚟見我嘅時候呢，就講即係朝頭早我都唔知點解要起身，因為我都唔需要，冇人需要我啦。我起身嚟做乜嘢呢？咁佢冇咗個人生嘅目標，冇咗意義呢。咁呢個亦都係好大嘅壓力。醫生話，如果唔好好處理呢一啲壓力，有機會衍生出情緒問題。男性呢，尤其是年長嘅人伯伯呢，好多時候就難啲叫佢打開個心窗講自己嘅事，尤其是一啲佢可能覺得唔係好光彩啊，佢可能覺得即係講俾人聽我嘅弱點嘅事咧，佢就會差啲咧。因為睇到我哋嘅時候咧，有一啲就已經係抑鬱症㗎啦。社交嘅支援啦，如果比較少啦，比較孤獨啊，冇朋輩嘅冇朋友啊，呢啲係會容易啲有。身體有疾病都會有機會容易有嘅。不了點評5人生解困哲學第3部分。為免篇幅過長，我就先唔講退休嘅4個階段，繼續講思考換框。10. 斯多葛主義。斯多葛主義係公元前3世紀嘅希臘哲學，詳情我就唔喺度多講，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揾資料睇下。不了認為佢係一套好有用嘅應世哲學，當中有一個好重要嘅深層思想係拋棄不必要嘅情緒，無視痛苦，擺脫被激情控制，而遵從理性指導，冷靜面對外部嘅事情。當中有2個概念好值得同大家分享。第一樣係世界上面嘅事情，有啲能夠完全掌控，有啲只能夠局部掌控，有啲完全不能掌控。對於不能掌控嘅事情，我哋完全無需要為此而產生任何嘅負面情緒。相反，我哋應該盡量做能夠完全掌控或者局部掌控嘅事，即係唔去理會任何唔能夠改變嘅事情，而只專注於自己能夠改變嘅事情。第二樣係消極想象，即係想象或者間中體驗任何最差嘅經歷，例如你而家有工做，甚至好富有，就想象一下一貧如洗，或者短暫體驗貧窮，你會點樣去應對？或者想象一下失業，你會點樣處理呢？呢一種消極想象其實唔係真係消極，相反係預先準備任何最差嘅情況。例如不了喺提早退休初期，會想象自己有一日冇晒錢，要點樣應對？或者今日要提早學習啲咩技能去應對？我諗到，例如我可以喺便利店兼職賺錢，再用股票日內交易東山再起，所以我就去學股票日內交易。退休後，正如片入面醫生所講，當遇到親友去世，經常運用斯多葛學派思想嘅人，由於佢哋喺腦入面演練過好多次面對親友去世呢一種嘅消極想象，而且明白死亡並唔係自己能夠掌控嘅事，而係老天爺掌控嘅，就會欣然面對，盡量做當下自己能夠掌控嘅嘢。例如睇下有啲咩地方能夠幫到親友家屬。長者退休，斯多葛學派了解呢一個係必然會發生嘅。由於響腦入面預演過，就唔會因為失去工作而覺得失去人生目標，因為佢哋已經響退休之前揾到人生目標。但係如果呢一刻真係覺得冇人再需要你，每日唔想起身，冇咗人生目標，咁不如揾一啲需要你嘅人或者事啦。例如揾一啲需要你幫助嘅人，或者需要你照顧嘅盆栽，或者設置一個簡單嘅目標，可能簡單到每日7點起身，然後去樓下散步1個鐘，成就目標或者成就他人，貢獻你嘅能力，幫助其他人或者生命活得更好啦。工作唔再需要你係你控制唔到嘅，但係揾一啲需要你嘅人或者事物就係你能夠控制得到嘅。11. 佛學。不了認為佛學係好有智慧，解決苦嘅大學問。我理解嘅佛學並唔係燒香拜佛、3世輪迴投胎嗰一種，而係原始佛學，係專注於個人內在，解決內在心理情緒痛苦嗰一種。佛學了解咩係苦，構成苦嘅原因，外在嘅事物到人類內在世界產生苦嘅過程同埋點樣去解決。透過靜觀了解我嘅本質，感覺同埋情緒嘅本質都係空性嘅，而並唔係恆定不變嘅。例如影片入面所講，比如有啲長者可能認為冇工作或者靠綜援生活係唔光彩而唔開心，呢個可能係傳統社會嘅觀念，加上個人後天各種信念而構成嘅諗法。了解佛學嘅人就能夠拆解開冇嘢做、唔光彩、開唔開心呢啲概念之間關係嘅死結，而唔會直接關聯呢幾件事情。
即係冇嘢做都可以光彩，冇工作都可以開心，有工作都可以唔光彩，有工作都可以唔開心。只要解開冇工作等於唔光彩或者唔開心呢一啲結，了解呢一啲概念都係性空嘅，唔係恒定不變嘅。了解唔開心都只係一個因緣聚合而閃過嘅念頭。了解連我心呢啲概念亦都唔係絕對恒定不變嘅，就能夠如實睇到事物嘅本質，解決苦嘅問題。金剛經話：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想象一位學佛嘅伯伯攞綜援生活，佢嘅想法可能係：我失業冇嘢做，以綜援生活，冇咩光彩或者唔光彩，冇咩開心或者唔開心，我只係透過呢一種方法得到金錢，幫助我基本生活，只係咁樣啫，冇必要加上任何嘅標籤或者情緒。心情平靜就唔會咁容易得到抑鬱啦。練習題，大家可以試下類似呢位伯伯嘅諗法去解拆以下呢一個諗法：我買股票輸咗300萬，我覺得恐懼、失望、焦慮、痛苦。我哋再嚟睇第4段影片，係提早退休嘅中大教授馬傑偉節錄自2022年有線電視《照顧者》，大約1分16秒。退休好似即係大家都會有好多想像啊喺度咁。不過我覺得退休之前其實可能係好攰嘅時候啊，即係嗰個身體改變咗，但係咧你可能工作上面咧又好沉重㗎嘛。你講呢樣嘢我好你係咪好有共鳴。退休之前嗰段時間係咪最難捱嘅日子嚟嘅？即係我以為冚唪唥都準備好晒啦，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名利於我如浮雲啦嚇。但係咁啊就諗住你卡片都唔使用啦，你都唔會再印過啦，係咪？咁啊仲有一沓喺度，咁我就我聽日再諗下啦，咁樣可唔可以即係留翻兩三張卡片留念啦？點知第二日我翻到我個 office， 所有嘢吉晒，所有書架乜嘢都冇，台面空晒嘅，卡片都冇咗啦，乜都冇，其他我唔緊要啦。你嗰下會覺得打到個突喎，即係你直情你有樣嘢你係做咗好耐，你嘅好似個意義價值，人哋對你嘅尊重。好似當然而家都有人嗌我教授咁，但係真係你真係冇咗啦嘛嗰張卡片。不了點評錄：人生解困哲學第4部分11佛學實踐篇。馬傑偉對卡片或者教授嘅諗法，就係我啱啱響佛法所講嘅名相標籤。我係教授，我係出色嘅教授，都係名相標籤。退休之後，其中一個轉變就係要撕咗呢一啲嘅標籤，而咁樣做對好多人嚟講都會產生苦，因為對原來教授或者原來你工作嘅稱謂或者社會嘅地位有所貪着，或者唔捨得原來工作收入有所貪着，就會產生佛家入邊所講嘅愛別離苦，即係失去所愛所欲嘅事物所產生嘅苦。12莊子逍遙遊。金庸先生有一句座右銘：看破放下自在。退休係由入世到出世嘅一個轉變過程。年輕嘅時候入世努力工作賺錢，向社會向上爬；退休嘅時候看破放下同職場上面同事嘅比較，包括名聲同埋金錢等，然後變得自在，就好似令狐沖咁樣，最後笑傲江湖。向呢一方面，莊子可以話係一代宗師啦。大就係好咩？多就係好咩？外表唔靚就一定係唔好咩？失去就一定係壞事嚟咩？莊子喺逍遙遊、莊子呢一啲書入面展述點樣看破呢啲世俗嘅觀念，令到心靈達至萬物齊一、精神自在逍遙嘅境界。例如莊子話：無用之用，大樹正因為佢生得唔靚，啲人以為佢冇被利用嘅價值，先至得以保存性命。甚至當莊子嘅妻子死咗之後，莊子明白死亡係自然嘅事，鼓盤而歌。翻返去影片入面嘅例子，要擁有教授之名，就離唔開重大嘅工作壓力，導致失去健康。呢個正正係馬偉傑想提早退休嘅原因之一。當看破放下，人就自在。想用莊子嘅方法好簡單，將你眼前在意嘅事舉一個反例，然後看破放下。比如響退休之後，見到朋友響職場上面賺好多錢，覺得自卑，就不妨諗下一個首富突然破產，或者一啲有錢人因為工作而患重病而死咗嘅反例。呢啲嘅例子真實存在，
而且唔少添。當自己能夠看破不斷工作賺錢未必係一件好事，然後放下自在。分享不了近來嘅一個小經歷，就係當我製作影片錄音嘅時候，需要一個好靜嘅環境。有時候錄到一段說話嘅一半，只要稍微有啲噪音，包括鄰居嘅閂門聲、裝修聲，就要重錄或者停錄。當唔同嘅鄰居出門，我就開始諗，佢哋係咪夾埋故意噶？咁我就再錄一次啦。突然街上嘅車好大聲咁響安，我心諗，個司機咪玩嘢啊，阻住我錄音。呢個諗法係咪好荒謬呢？但係我知道呢個咁荒謬嘅諗法，其實係由我嘅個人偏執情緒所產生出嚟嘅。呢個有啲似好多年前嘅某一個廣告，廣告入面嘅男仔講：打波先嚟落雨，唔通個天都唔中意我啊？套翻喺我度，想錄音先咁多噪音，唔通連啲鄰居、街上面所有嘅司機、掘地嘅工人都唔中意我啊？其實個天又點會因為自己而落雨？啲鄰居同埋司機又點會知道同埋針對我錄音呢？我未免太自視過高啊嘛？呢個小經歷令我諗起莊子三木篇空船嘅小故事。大意係有一個人坐船渡河嘅時候，由另一艘船撞向自己嘅船，自己睇到船上面有人，就會即刻發嬲，破口大罵。相反，假如船上面冇人，就只會輕輕咁樣將架船推開，完全唔會嬲。如果阻住不了錄音嘅嗰一啲聲，係風聲、雨聲，我根本其實係唔會嬲嘅。莊子再好巧妙咁樣調翻轉嚟諗深一層，假如將自己變成一艘空船，唔展示炫耀自己嘅財富、身份地位，唔自私自利，與世無爭，虛空自己嘅一切雲遊於世間，其他人就會將你當成一艘空船一樣，唔會同你有所爭執。呢一個真係好好嘅人生智慧啊！有啲人中意炫耀佢嘅身份、地位、財富、子孫成就，其實有啲咩好炫耀呢？比你有錢、地位高嘅人大有人在，佢哋撞到你不屑一顧；比你少錢、地位低嘅人，可能對你心懷妒忌、惡言相向，四圍講你壞話，對你有害無益。咁不如將呢啲所謂嘅好事都低調收埋或者放低，唔認滯於事物，按時處順，好好過生活，唔同人比較，咁世上亦都冇人能夠同你比較。老子嘅《道德經》講：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不了諗大概就係呢個意思啦。13. 九一主義。香港分析哲學家李天命提出過九一主義。李天命細個嘅時候曾經考第9，佢心諗，我冇你嘅第1，你亦都冇我嘅第9。佢悟出咗自己係平凡卻不平凡嘅呢一個道理，自己係唯一嘅，擺脫自卑。例如我會諗，雖然我唔似啲富翁一樣大富大貴，但係佢哋每日被工作、複雜嘅人際關係煩心，亦都唔可以好似我咁樣一樣咁逍遙自在。雖然我養過嘅倉鼠唔一定係最可愛，但係喺我心目中，佢哋係唯一嘅。再進一步去講，其他人同我嘅關係都係唯一嘅。小王子淨係中意佢自己嘅玫瑰，唔係因為嗰一朵玫瑰係幾咁特別，而係佢哋之間嘅經歷同埋關係係唯一嘅。當你明白到呢一個道理，就唔會成日同人比較。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嘅命運，做最好嘅自己就足夠啦。係咪教授並唔重要，你係唯一嘅你。第5段影片係 Philip 嘅改編，大約2分33秒。喺2年前開始參加非牟利機構舉辦嘅義工活動。呢一日，佢同其他退休人士一齊為機構嘅健魚表演做彩排。協助 Philip 嘅社工卡文話，其實唔少退休人士一開始都好難適應退休生活，所以一家人一齊面對呢一個關口好重要。男士咧特別咧係喺咧後生嘅時候咧就多數咧就專注嗰份工，咁退休咧嘅期望咧希望咧將大部分時間咧就擺喺屋企人度嘅。咁而女士又唔同喎，女士咧就係咧話，喂，我以前咧就係咧又返工啦，又照顧屋企啦，我想咧退咗休之後咧為自己啊，係啊，即係自己去玩下，自己去學一啲新嘅嘢啊咁樣。咁男女嘅期望都有唔同嘅，咁咧所以咧其實我哋建議嘅，如果喺家庭關係方面啦，退
退休之前咧，最好咧同屋企人咧去傾下先嘅。第二咧，其實咧我哋都建議咧就係同仔女去傾一傾嘅。咁因為咧始終退咗休嘅年齡啦，咁仔女可能都大晒，都有自己嘅工作嘅。咁咧仔女咧其實都會可能即係諗啊，其實爹哋媽咪退休有咩可以幫手咧？如果即係退休嘅時候咧，係一家人嘅事咯，未必係個人嘅事嘅。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咧拎出嚟咧，同屋企人傾一傾先嘅，咁關係會好啲嘅。佢亦都建議退休人士可以發展一啲新嘅興趣，甚至嘗試一啲年輕人流行嘅活動，可以同社會接軌之餘，亦都可以重新擴闊社交圈子。自從參加咗義工活動之後，Philip 終於走出退休後嘅低潮。退休生活亦都穩定落嚟，開朗晒。覺得我喺退休年齡之後，仲能夠做到一份咁有意義嘅工作，去愛心送俾老人家之餘，自己從中發掘到自己原來係咁多嘅高興，咁多嘅嘢去學到。退休唔係咁單獨嘅。佢哋可能盤算緊一段好好嘅蜜月期，但係過咗之後，點樣去享受另外一個光陰咧？人生有幾多個10年咧？你係咪咁樣浪費咗佢咧？我覺得唔值得咯。不了點評7人生解困哲學第5部分，好高興 Philip 能夠走出佢嘅低潮期，大家應該感覺到佢講嘢嘅方式亦都改變咗。我哋繼續講思考換框嘅方法。14正能量思維同埋說話暗示。大家知道不了學過催眠，言語同埋心理其實能夠互相影響。積極嘅說話能夠帶嚟積極嘅心理同埋行動。一種最簡單嘅方法係對自己重複簡單嘅正面語句。得閒嘅時候不妨同內心自己講：我感恩，我幸福，我強大，我健康，我富有，我快樂。你可以加入任何想要嘅積極說話。呢個方法就好似幫自己嘅內心打疫苗。日子有功，當日常遇到一般人覺得唔順意嘅事情嘅時候，比如失車或者俾老闆鬧，你仍然可以保持心境愉快。15勵志說話：一生之中，誰沒痛苦？得失少不免。艱險我奮進，困乏我多情。千斤重擔兩肩挑，趁青春結隊向前行。凡唔能夠毀滅我嘅，必使我強大。世上冇失敗，只有回饋。令我下一次做得更好。任何勵志嘅說話都可以幫助你渡過難關。16臣服。不了響第58集講過，任何嘅經歷都會令你成長，帶你走到更美好嘅地方。無論你手上嘅牌係點樣，做最好嘅自己，都將佢打好，並且享受當中嘅樂趣啦。呢啲係不了從靈性書籍學到嘅諗法。全然接受生命嘅一切，包括好事同埋壞事，比如失業。當你臣服，真誠相信，你就會坦然接受失業同埋任何唔好嘅事情，唔會因此而悲傷同埋失望。你深信失業或者其他嘅困難會令到你成長，帶你走到去更美好嘅地方。17思慮交託。呢個方法係俾有宗教信仰嘅朋友，將你嘅憂慮同埋唔快樂嘅事，祈禱全然交託俾你相信嘅神。不了細個嘅時候都有用過，依家雖然自己冇再用，但係知道呢個方法對好多人嚟講係有用嘅。18自嘲。自嘲將自己抽離變成第三者一樣，加入少少嘅幽默感，笑自己一下，然後坦然接受自己。有時仲可以將短處變成長處，不過呢一種方法未必人人啱用。美國偉人林肯響競選總統嘅時候，俾對手話係雙面人，林肯自嘲就話啦：哼，如果我有另一個樣嘅話，我仲會帶住呢一個咁難睇嘅樣俾人睇咩？佢將自己個樣唔太好睇呢一個弱點變成盾牌。有人話 YouTube channel 小薯茄嘅麗英唔靚，佢冇唔開心，反而自嘲自己係全死角美少女，得到好多人嘅支持，將壞事變成咗好事。所以我哋可以諗下，冇錢嘅時候可以自嘲，佢腰纏萬貫但係有個大肚腩，我兩袖清風而且身材都唔錯。冇女朋友嘅話可以學周星馳式自嘲，其實我同你都一樣，都係一條溝唔到女嘅可憐蟲。總結，呢18種方法係不了自己曾經用過解決切身煩惱嘅方法同埋哲學。我認為好多方法都係實際有功效嘅，
特別係臣服、斯多葛主義、佛學同埋莊子哲學、未來改變過去、揾出可能性、正面思維等等，已經內化咗成為不了嘅一部分。響面對退休轉變，或者響人生某一個艱難嘅時間，希望能夠幫到大家。當大家遇到金錢、健康、關係或者人生重大煩惱或者困境嘅時候，不妨重新睇一次呢一條影片，睇下呢一啲思想換框能唔能夠平復你嘅心情，同埋揾到改變現狀嘅可能性同埋動力。唔知你又有啲咩方法令到自己嘅思想過到低潮期？歡迎留言分享。感謝你睇到最後，希望各位有所得着，希望你能夠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，咁就可以幫到更多嘅人。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由第一集開始收睇所有嘅影片，全部精彩。支持不了創作嘅善長仁翁可以俾我一個超級感謝。今集就到呢度，記住俾個 like、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！下次見。